有一位哥们给我打电话，没有，差点让他给气 ICU 去啊！请相亲对象吃了1年的饭呢，这手愣是没牵上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男士呢是95年的，在学业上面是很有成就的啊，一路读到了博士，搞科研的。这学术有研究，并不代表着其他方面你就可以全面发展，尤其是男女点事啊，那哥们儿啊是一窍不通啊。去年呢，有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女硕士，98年的，人家姑娘不止学历高啊，长得也好看，哎呀，一颦一笑之间啊，那都吸引着男士啊。刚见面啊，这男士还挺不好意思的，因为觉得自己矮嘛，怕女方看不上。这女孩子就说了一句啊，身高不能衡量一个人的优秀。这句话一出来啊，男士更加的心动啊。哎，你看长得又好看，说话又体贴，情商智商双高啊，这要娶回家，祖宗得高兴的蹦高啊。哎呀，暗自下决心啊，说啥子也得给他拿下。于是啊，开始了啊。一到周末就约这个女孩子吃饭，哎，人姑娘的基本也都出来，有时候忙啊就给拒绝了，这男士啊就亲自给人送饭去啊。有2次这姑娘没来啊，觉得不舒服，这男士亲自做饭啊，显摆了一手，给她送上门了。这外卖好啊，这姑娘不好意思啊，就收下了。这一收下，男士就更有信心了呀，开始研究厨艺啊，鲁菜、湘菜、东北菜，人没追到手啊，一个博士啊，哎呀，都快成了大厨了。认识了快大半年啊，男士想表白，但是不敢呀，饭也吃了有几十次了，这姑娘的态度还是不冷不热的，他心里就不清楚啊，那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呀？哎，这整天就在那琢磨啊，又想着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回事啊，就让这个媒人啊问一下女方有没有意思要跟他发展一下情侣关系。人女方回复啊，那干脆利落就6个字啊，人还行，再说吧。这模棱两可的答案，男士啊愣是想不明白啊，也没人教过他怎么谈恋爱，他就去网上去请教那种情感博主啊，人博主教他了，你得找个黑灯瞎火的地方，哎，故意拉他手试试，不甩开你就喜欢你了。于是他就照做了呀。结果呢，约女方挺顺利，吃完饭呢也还行，但这个吃完饭啊，这女方直接要回去，坚决不散步啊。男士没法呀，开车送回去吧。这路上手心就冒汗啊，任老师教了，你得拉手啊。于是他就故意找了个红绿灯停的地方啊，一把就拉上姑娘的手。这姑娘愣了一下，过了一会儿把他手推开，说了句啊，你好好开车吧。哎呀，男士就懵了，这啥意思呀？不是马上甩开，还关心我，让我注意安全。10有8九是喜欢我的。于是啊，特别有信心的哈，哎呀，放慢节奏，又追了这个姑娘半年呀。基本这1年的周末，这姑娘的饭他都管了。前2天啊，男士父母就催婚了，老大不小，连个媳妇还没有。男人就急了呀，哎呀，前天啊，这个周六吃完饭，他直接问女孩子，我们俩可以做男女朋友吗？哎呀，人这姑娘一听啊，呀，我不喜欢你的呀。男士一听急了，你不喜欢我，你不早说呀，我都请你吃了1年饭了。这姑娘赶紧找补呀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嘛，那吃饭不很正常吗？觉得男士啊，他不适合做男朋友，还是算了吧。气得男士找我吐槽啊，追了1年了啊，饭都吃了好几万了，约会分文不出也就算了，偏偏态度也这么高冷，一表白呀，还是爱答不理、模棱两可的那种死样子。什么样的人能让你追1年啊？看不上你的人才让你追1年的，你还美滋滋以为人家只是和你相处时间短，在考验你呢。大哥大姐啊，咱都相亲了，牌都明着打了，还在玩的情窦初开呢。我以前就跟你们说过啊，相亲那些让你们追的很费劲的人，绝对是不适合和你结婚的。什么样的人合适啊？他不用你花钱买很多礼物去追，也不用你去百般殷勤的去对他说尽各种的花言巧语，只要你对他展露一丝喜欢，他就迫不及待的回应你。但凡那些让你送包送项链又送钱的啊，铁公鸡1毛不拔，趁你的还理直气壮的去埋怨你的，这种人才不靠谱。找个看不上你的，即便他妥协你的条件，你能得到他的人也得不到他的心的，往后余生只有无尽的痛苦，结了也得离。相亲啊是一门学问，很多人都不会相的，那相都焦虑了呀，血压整的比我都高。我今天给你们总结一下，这些年我在相亲的过程当中总结的那些道理啊，哎，好好听一听，你会受益匪浅的。这第一啊，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相了那么多还是失败。哎呀，哥们儿姐们儿，看问题啊，咱要看本质。相亲啊，想遇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，只有数量才能决定质量。有的伙伴1年相3、4个，给打击的不行了，焦虑，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，甚至还严重的怀疑自己的性取向。哎呀，怎么是不是不喜欢女人了？你知道有多少人是见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才遇到那个合适的？在你自己有限的时间里面，一定要多扩大圈子才是王道。你得感谢今天能给你交对象那些大姨大妈们，赶明啊，指不定啊，连他们都看不上你了。逢年过节的，村头讨论的就是你了。交友软件、相亲会、公司聚会，那亲戚大婶们全都来一遍。别说自己没渠道找不到。曾经我这边有个小伙子啊，人个子不高，可能还刚刚1.6米吧，很不好找对象。那他就去保险公司啊兼职，就去认识那些大姨大妈们，没事就去送点饼套近乎。那别人一个个都介绍可积极了，不到2个月就相成了。人女孩子呀，哎呀，个子高，长得还好看，还没要彩礼啊，那人现在都2个娃了。
在量变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查缺补漏，先要看看自己的不足，总结经验呀，调整方向。上学那些知识啊，那不是白学的。量变是质变的必要条件，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。第二个，这个相亲过程当中，你得有道。刚见面啊，不要去看电影，乌漆麻黑的，那手拉还是不拉？2个小时啥也不能干。电影那是暧昧的时候看的。第一次见面以吃饭为主，或者先喝下午茶，聊聊天啊，觉得合得来啊，再请吃饭。第二次约会啊，吃饭加上去公园、河边等等，哎呀，灯光都散发着暧昧的气息，畅想未来，捎带着花花饼。当然呢，如果约不出来的啊，伙伴们基本没戏了。第3次和第4次还能约出来了，哎，你要想办法提升关系，把关系往暧昧方向发展了。别做老实人，约着吃饭，再去划个船呀，去个鬼屋啊，还有游乐场、剧本杀等等，多制造一些肢体接触。哎呀，越聊越远了，有点聊劈叉了啊！以后跟你们唠这些。第3个呢，我想说的是，在女人的择偶机制里面，男人没钱呀，不是最不能接受的点，矮才是。我无意要伤大家，确实在相亲过程当中，女人的眼缘里面，这个身高是占很大的占比的。10个人里面有9个是要求身高，甚至帅啊都比不上这身高的。在男人的择偶机制里面，女人啊这个腰臀比占比是最大。我喜欢灵魂，但是我也喜欢这身材好、长得漂亮的。之所以有的男孩子他不做要求，哎，要么对其他方面有很大的要求，要么就是自身能力啊他没法去要求啊。所以哥们儿姐们儿啊，如果对方拒绝你，理由啊不重要，因为那些啊可能都是随便编的理由，真实的原因啊可能就是觉得你矮或者是丑，哎，不好直接说而已。那我就是矮，长得就是丑，那怎么办？如何破局？参考第1条啊，千万别懒了。第4个，舔呀，这事儿是有违天理的。我说过很多遍，相亲不要追，你会发现相亲很难也很简单，喜欢你的根本就不用你追，只有不喜欢你的你才会想着去追他。我牵线成功这么多对啊，他喜不喜欢你，看你的第一眼啊，其实已经决定了70%，那20%呢是见面相处的感觉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首映效应。90%啊是否成功啊，已经在第1次见面都已经决定了。所以啊，见了第1次面之后，对你爱答不理，哎，追了好久还是慢热的、矜持的啊，不是什么回避型恋爱，是不够喜欢。如果你听到他说，哎呀，最近不想谈恋爱呀，我比较恐婚啊，最近工作忙，压力大等等之类的，大概率人家就没瞧上你而已。哎，还有一类人哈，这类人比较危险，就是跟你还保持暧昧，哎，藕断丝连，若即若离，有时候还会对你很好，让你产生错觉，让你觉得，哎呀，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在一起了？但是永远就差一点，一提到确认关系，对方就闪烁其词，经常性的失联，特别是啊周末呀、长假呀，整个消失。再或者呀，就从来不愿意让你走进他的生活。这种情况啊，大概率是海王或者是绿茶，哎，专门吊着你的。唠这么久啊，最后想跟你们说，谈恋爱谈的是情绪价值，只要玩得来就好了。但结婚你一定要找一个可以和你一起解决问题的人。很多人谈恋爱只谈吃喝玩乐，哎，兴趣爱好，一旦遇到问题就吵架，认为不合适，也不去反思自己。这种人就算在一起了，后面碰到的问题啊，也会不断的去争吵。反而是那些啊能跟你聊工作、聊生活琐事的人，这类啊大多是愿意和你一起承担解决问题的人。工作中、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，愿意倾听、愿意体谅、愿意理解的人，才是你重点要考虑结婚的人啊，哥们儿。好了，散会啊，明儿见。我跟你们讲，这2天我真要气死了。有一对相亲男女找我理论啊，2个人上周末出去玩了3天的，回来就闹分手啊，各执一词哈，那理由听着你都跟着上老火了。男士是28岁，在私企做内勤的，这工资不算高啊，相亲不太容易。上个月就相了一个姑娘啊，这26岁会计，2个人认识有1个多月就谈上恋爱嘛。这半个月前，这女方就辞职了，觉得压力太大了啊，想出去旅游散散心，再回来找工作。哎，这男士一听就有些为难啊！你想想，裤兜啊，他没钱呀，比脸都干净啊，1个月几千块钱，还了贷款没多少钱了，一出门不得花个几千上万的。哎呀，转念一想着，这2人都处对象了，这不答应啊，这面子上又挂不住啊。于是啊，他又答应了。这姑娘心里是满是欢喜啊，想着阳光沙滩大别墅啊。上个周啊，这男士就通知了，这姑娘行程已经安排好了，为期3天去北京玩啊。哎呀，周五一早就飞走，周天晚上回来。这姑娘听着是贼开心啊。按照计划呢，2个人周五一早就到了北京。哎，导游接到了，一片银发的大爷大妈们啊，这才知道男士报了个夕阳红的团，3天北京游啊，一人还不到500块钱，满车都是大爷大妈。这姑娘就不爽啊，我要的旅游是飞机、游艇、法拉利，你倒好给我整个大巴大爷和大妈。这男士一看啊，就开始哄着姑娘坐下来，和谁在一起旅游没关系，我们是出来看风景的啊。好了，最后呢，2人算是和解了，忍了，钱也花了，去玩嘛。
这第一站到了长城哈，那到山脚下之后啊，这姑娘抬头一看啊，那长城老高了，一眼望不到头啊。导游呢就推荐坐缆车，很方便，能够坐到半山腰。这姑娘呀，就要去坐，男人就劝她，长城爬了才有意义，不到长城非好汉嘛。坐那车俩人得花300块钱，一会儿到了他就没意义了。结果这满车的人都报了缆车啊，这姑娘就意见特别大。这男生就解释啊，这腿脚不好的人才坐，咱俩年轻人啊不用。就这样呢，俩人到了长城啊，愣是爬到半山腰啊，累的是半死不拉活的。这事儿还没过啊，晚上安排的酒店是标准间，这俩人为了避嫌呀，就各自和大爷大妈们合住。哎呀，这给这姑娘气的啊，嫌大妈打呼噜受不了，要花钱订大床房。男士就给劝住了呀，这都凌晨1点了，再坚持一下就天亮了嘛，半夜开个房这也太不划算了。好了，就这么过了一夜啊。第二天呢，俩人就去看这个天安门之类的自由行嘛，行程比较顺，但是啊，人家夕阳红的团他不管午饭的，给安排到附近比较有名的小吃街上去了。姑娘一听啊，来了北京，我不得吃北京烤鸭呀，嚷嚷就要去全聚德。好嘛，一问一只鸭子好几百，比团费都高啊。男人就说呀，这金一条店不行啊，不去了，换个其他的。人家姑娘可不愿意啊，俩人在路边这么吵啊。男士就说呀，自己的消费能力还没达那一步。这姑娘就说啊，这难得出来一次呀，你回家可以省着，出来玩了该花还是要花的。好了，两人反正是各执一词，最后男士妥协，说带着姑娘去吃点北京特色，结果吃了2碗老北京炸酱面，花了60块钱，差点没给这姑娘气炸了呀。哎呀，好在晚上这男士答应这姑娘吃老北京火锅呀，美团上各种团，到了店里也不能多点，一多点这男士就说呀，北京这地儿太贵了，吃不起。最后一天呀，上午玩了玩啊，下午就回家了。回家之后，这姑娘就发信息啊，说2个人不合适啊，很不合适。男士一听就赶紧挽留啊，这女方就觉得呀，这次出门啊，就直接就看出来男士太抠了，他不是一个花钱很大方的人，但是也绝对不能这么算计吧。男士就解释说呀，自己过日子这不都是精打细算吗？我1个月6000的工资，还了贷款还剩了不到4000了，除了生活费，我也不得多省省嘛。俩人就这么谈着谈着他崩了啊，闹了一天啊，找我理论，要我给断断案。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啊，男方只是省的比较多，并不是抠啊，这确实和个人能力以及消费习惯有关系。你让月薪几千的人突然去享受月薪几万的人的生活，他适应不来呀。女方你要么权衡男士的这个人品、工作性格等等，再看看自身的条件，对吧？再去确定2个人合不合适。另外呀，给个建议啊，旅游这事儿啊，很多人都会吵架，谁出钱啊，听谁的，你不满意自己出钱安排嘛，2人都开心啊，不要自己不想出钱还得埋怨着别人，这事儿啊就有点不太地道了。也送男士一句话啊，有句话叫做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呀，该省省该花花，只要对方要求不太过，咱也互相理解。最后啊，鞋合不合适脚知道，你多磨合舒服了才能走下去啊。哎呀，别磨出泡了还得硬磨呀，对不对？